MM2H 呢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但我一直是不愿意去谈的。我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有必要啊，作为一个 MM2H 的持有者，得要说上几句。待会儿您要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段访谈，是我和马来西亚华人大成之间的一段对话。它为什么火呢？一定会做一些政策的变化，而同时马来西亚是一个这么有吸引力的地方，为什么我不愿意讲呢？第一个原因是现在去讲主要是停留在猜这个层面上。MM2H 这个政策啊，在流出的新闻层面、事实层面，它的根基是很少的，就那么点儿信息。那第二一个呢，更多的呢，我们是在 MM2H 这个政策的细节上进行推演。MM2H 啊，截止到2021年9月份的报道，57478个申请者。我们做节目当然是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相关。我感觉呢，我找到了切入点，也把从2012年我可以找到的资料开始，所有关于第二家园和 MM2H 的新闻，我都把它看了一遍。我先说第一点，预测一个政策它未来的变动，首先你要去回顾这个政策是什么，并且在这么长的运转过程中，看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去判断政策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第二一点啊，它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就好比福建面是所有的马来西亚多种族的食物当中很小的一个品类。我们如果去预测它未来，猪油渣会加多一点，还是说它那个形态会变化一点，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就不是很大。但是啊，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你就着福建面往下去挖出来说，福建面为什么在中国的福建没有？福建面这种面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它和乌冬面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么跟大家就有关系了。回到 MM2H 的例子上面，往下去挖，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是如何平衡安全和经济的，马来西亚是如何宣传自己的。通过 MM2H 这个小小的点，我们往下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它的宗教文化之下，这个政策是如何被制定的。好，马来西亚有这么优秀的资源，这么好的人民，而它的邻国泰国和新加坡之间怎么有一些差距？它会考虑到哪些点？好，我觉得回答这两个问题，再加上我找到了大成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我就能够把 MM2H 说好。我觉得他和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他和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以及那些非常多想要到马来西亚的人是有关系的。今天的对话呢是有一点长，但是呢，我把每一个小标题啊都给您列好了，您可以啊挑选自己所感兴趣的部分去看。大马生活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频道，它如实的展现了一个像我这样鲜活的个体，非常希望呢您也可以看到最后。我非常期待啊可以跟您进行一些交流，这会让我的马来西亚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我非常有意义。好，话不多说，咱们开始吧。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成。然后我从事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这个顾问的服务呢，已经长达今年是第11年了。那我本身也是这个顾问协会的这个副主席，官方承认的一个协会。它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是的，唯一一个协会。你是副主席啊？是的，综合实力最强啊！就算是目前来说算是比较有经验的。OK。那关于 MM2H， 就是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他们好像听到过，但未必会知道。对，他们具体了解的可能很片面。OK。比如说他们听到 Second Home， 是不是要买房才可以办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宣传力度可能也不多。没错都是靠我们私人界在去做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其实是相比以前，我认为是大家对第二家园这个已经开始了解的比较多了。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受法案有法案保护的官方承认的对外给外国人的长期签证计划，只有第二家园。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不单单和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系，和马来西亚人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会谈到它政策的走向和变化，其实跟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会关心，都有关系。对，是可以给马来西亚当地的朋友增加一点见识知识这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不止，因为我们会讲到房价呀、安全这些要素嘛。对。那你说，最近好像你刚刚告诉我张欣欣，他说2周之内又会有变化，是吗？是的拿督斯里张庆信呢，旅游部长在他的面子书有做一个官宣，说到2个星期内会跟这个内政部的秘书长
会探讨关于放宽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政策的调整。这个我相信是跟之前首相呢在昌明推介会这边有提起的。OK 就说会放宽第二家园的政策。那这个跟肯定是跟要带动马来西亚经济是有关的。就我听上去的2个 key point， 一个是条件一定会放宽嘛。对。那它之前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办的那个条件啦。对啊，就是我现在这个条件。是的。现在的主要我们可以说是有几个重点是大家可以关注到的，就是申请人必须要35岁以上了。然后在马来西亚需要存入100万马币。对。然后还有就是能够提供这个无犯罪记录。对。还有就是每月收入要4万马币的。4万马币。等值4万马币的，还境外收入就是收入不能是在马来西亚的。要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的收入。对，这几个了。90天的居住，还有90天的居住。对，这很多人有 complaint。是的，90天的居住，另外还要有150万的流动资产。对，这个存款证明是的。所以其实要求是蛮高的。我接触了，因为从去年开始这个政策开始到现在呢，我们接触到反而是其实大家对这个4万马币的这个固定收入，还有90天的这个居住有效期，大家比较关心这2个，希望是这2个可以放宽一点，其他的存款证明这些他们都觉得是还 OK 的。OK，所以你讲的放宽也会是指在居住还有4万马币，在这2个要点上有可能会有一些放宽。这个我认为是如果旅游部跟内政部互相探讨比如说能够找到我们业者或者是真的是可以找到一些申请人来到了解做这个考察去详细的去沟通呢，就是可以他们应该会发现到就是这个90天还有这个4万马币是一个让大家后back就是会多考虑的这个因素了。OK。那如果是他可以放宽这2个的话，其实已经解决了大部分大家的这个疑虑了，或者是大家所担心的。OK。好的，谢谢。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信息嘛，有2个，一个是它政策可能会放宽，第二你说是在昌明经济的推荐会上，因为我知道昌明经济就是安华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它现在也在要求各个部长去推出具体的一些措施。是的。那么可以说，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讲的就是跟大马人都是有关系。因为拉动经济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是的。18到19年每个月办理第2家园的人呢，可以给马来西亚增加大概40亿左右的收入。而这个过去的19年的政策当中呢，给经济呢大概增加了700多亿吧。我想它是没有去除一些成本，但是基本上是拉动的经济的一个总量，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所以它会是马来西亚经济的一个部分嘛？对。你觉得它对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是的，它这个其实第2家园呢，它本身它除了就是申请人通过了之后呢，它需要在马来西亚存入这个定期存款，跟第2家园做绑定的一个定期存款。再从这边在金融方面呢，就已经可以带动，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在银行的话，它1块钱可以10倍的价格借出去可以带动这个金融。所以我们存在银行里是吧？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申请人通过了之后来马来西亚生活，孩子在马来西亚上学的学费在马来西亚租房或者买房的这些带来的这些这个经济的效益还有在马来西亚生活吃住用买车加油点点滴滴，就像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当地人在马来西亚生活吃喝拉撒都是需要用到钱的而且这些我们说第2家园都是高净值人群嘛，当来到马来西亚都是享受一些比较高品质的这些生活当然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国家啦。那我相信这些收入水平的人如果排列到马来西亚的收入来看，一定是在 T10 以前，是的，甚至于 T5 以前，是。但是呢，他还是不能工作，就是他不能去占有到马来西亚人的工作，是的，这是对我们有要求。对，第2家园这个政策也已经表明了，就是申请办好第2家园的申请人是不能在马来西亚打工的已经就是不能在马来西亚交这个社保这个就是这种公积金我们的 EPF 是不会的对，是不会占用到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社会资源。这里来大可发现，我们是不会跟这个不会抢饭吃的，这个政府你要知道，大家对各行各业呢都是对这个新政策是有威严的虽然我本人认为这个新政策其实有些部分呢还是合理的就是我们根据内政部一直以来他们的这个作风呢
他们都是国家安全为第一的。哎，你这里说的新政，我打断一下，就是指在2020年8月短暂中断以后，是，然后在2021年重新10月推出的这个新政。是的，这时候已经由旅游部交到内政部去接管，对吧？对。但是我发现哈，按照报道来讲，他说我们要从福祉啊、你们的房产经济啊、这个各个还有安全，各个角度去检讨。是的。所以我就发现，哎，你看这么多的点，我看来看去，最大的矛盾就是安全和经济之间有可能有个矛盾，但是很少人会提到安全到底出过什么问题。那我们不如先去说一下。到底它的问题是什么，才有可能知道它怎么会帮助大马改变大马。对，这边我们也可以先说一说，安全真的是有问题是吗？对，有过问题。我们这个我来慢慢的来说，就是包括了，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旅游部跟内政部他们的作风，也可以说他们的这个矛盾就在哪里呢？就是旅游部追求的是 KPI， 就是表现，就是要更多的人进来带动经济的。旅游部我可以说它就像是一个市场。sales 对 sales 它是 marketing 要宣传的，然后内政部呢，它所管的是国家安全，对他来说，国家安全就是第一位啊，无论你跟我说 KPI 还是说经济，我都要确保国家安全为第一。OK，这个是他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说旅游部的立场跟这个内政部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一直以来，我可以说马来西亚都是一个我们叫一个中庸的一个国家，一个我们说平衡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回到来刚才2020年第二家园短暂关闭的时候，做了这个调研报告，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会有这种措施呢？就是据我所知啦，根据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有了解到的这个警察部门那边呢，就是有在18年、19年呢都是有过这些他们叫执法行动。这种执法行动在赛城的 Cyberjaya 跟交赖的一个商场公寓就是有办公楼的就是这些逮捕行动当中去逮捕这些金钱游戏的这种网络诈骗的呢，都发现到有一些这些不法分子的高级这种行政人员呢，都是持有第二家园的。OK 所以就因为这一点才触动了这个内政部，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去探讨。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政策已经20年没有改变。第二个就是安全已经响起了红灯，是时候需要来检讨一下这个政策应该怎么去修改，才能够保障办理第二家园的人是高净值人群，而且能够真的是带动马来西亚经济，才会把门槛提高。是的，所以并不是说门槛你真的是增加到一定的值，增加大家不可接受了，该把它给往下调。我可是总觉得这个不是要点。而且你说马来西亚100万 OK 是需要出100万马币，但是你是存到银行里，如果你要撤销这个计划是可以把钱拿回来，没错。第2年开始又是可以用于投资。如果你喜欢马来西亚，花50%的钱买房可能还不够啊。对。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调研报告了调研报告也说到的就是因为这个政策也太久没有去检讨了，其实30万马币。对目前的这个整个经济局势来说，其实是很低，真的是很低确实是需要提高的然后当然它也跟全世界的这个移民政策是有关系到的，因为调研报告它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做研究，它也在全世界各国的不同的移民政策来到做这个报告，没错，最后由内政部决定来出台这个政策的，对所以前任内政部长曾经跟我们说过，就是原本调研报告给出的建议是更高的，他们不是说4万，好像是4万5还是5万的，我说4万已经降低了他们已经有过平衡了，你的意思是？对OK，所以我就说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误解吧，所以大家再去猜测方向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希望把这个降低，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吧，或者只看到一个方向，就没有理解到内政部的一个立场。对，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同意这个立场，因为确实你全球从移民来说，成本都在提高。是，如果说现在要降低的话，那未免马来西亚2年前做出的政策也太草率了。是，他做过调研的，对，前面都运行了10几20年了，然后再提升，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对。不然像大家讲的太过打脸，你要降好像又影响前面的人，你不降又怎么吸引新的人？是，对，我这一点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在这个点上，我是很认同，就马来西亚碰到的，就是说现在定的这个政策的，因为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但是它又有很强烈的这个民族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国家的特点在这里。是的，是的，这是事实。是，它是跟泰国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能学泰国你办一个俱乐部的卡，然后住的 SPA 一个接机就可以到泰国去。是，马来西亚变成泰国肯定不是马来西亚所有国民的期望，我相信不会是这样。对，没必要，也不会变成那样。所以我虽然我是拿 MM2H 哈，虽然我也是光头，他们有可能会觉得像坏人，但是我很赞成这样的立场，安全第一就是。我觉得他们做的没错。对，是的，这个William 就说的很好，就是内政部所要追求的就是安全第一。那其实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数据来说，我们可以参考几个月前我们这个内政部长有说到，其实目前的这个表现还算可以的。对他来说，这个表现还算可以的，也创造了一些经济的这些效益啊。当然，我们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旅游部长还没有正式说会官宣的时候呢，我们也接触过很多这些朋友们就是都觉得这个政策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啦，我们不是说100%是好或者是不好的。如果说旅游部觉得下调了会对大家来说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面向或者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马来西亚原本就是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一个比较包容很大的一个国家又不像泰国那么包容的，包容泰国太开放，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很乐意去跟外国的朋友去做朋友的一个国家我相信无论是我也好，还是当然因为我是人家会觉得我工作在身没办法，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不是马来西亚这个人民呢，其实都是对外都是接受度很高的，有可能我认为是马来西亚从以前开始，因为我们3大民族的关系，所以就再加上土著，已经有观众批评我了，不能不赞同。是马来西亚的包容度是很好的，大家对外国人都是很乐于提供这个协助对OK， 因为我觉得但是还有一个误解，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说一定会在各个条件上做很大的变化。您是这样想吗？我觉得这里面会不会又存在一个误解？因为做一点猜测吧，不怕打脸的话，我不怕打脸的话，我希望我个人认为它应该会下调，但它不会大幅度。我认为啦，它不会大幅度，因为我认为他们也会公平的对待好像你们已经办过的这些申请人。这个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业内的朋友就是也有了解过，就是其实有可能他们会针对已经办过就是跟你同一批的这些申请人呢，部分条件可能也会，如果说新政策如果下调比较大的话你们也应该享受跟他们一样的这些对待，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 add on， 就是而不是说把原先的东西改，这样很难再去回反映到我们的身上。是的，因为如果他完全改到完的话，对无论是对移民局，就是他们政策执行人移民局呢来说，还是对旅游局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些工作量因为现在的系统都是移民局在操作的，如果完全是由旅游局的话，旅游局要有新的系统出来，然后他们这边提交申请之后，又要交由内政部，再交由旅游局移民局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把这个交接的过程时间做到最短，那当然是可以帮到后面要申请的朋友啦。如果整个交接的过程如果是花费很长的时间的话，对大家都是有影响。OK，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说这个下调的这个方向，我认为可能在30%里面，我觉得是合理的。如果它更低的话，那就可以说它的面向就更广了。说话滴水不漏，绝对不会被打脸。它会有些什么变动的趋势吗？你觉得？你说大家很介意90天的居留，这个我觉得这个90天它有可能，我认为它不会取消，但它可能会把时间缩短了。如果能够缩短在30天左右的话，或者45天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就可以把我们之前一些还在考虑的这些客户朋友们呢，就可以说就可以下定决心我可以办了这样子。我是恨不得一年可以住365天。对你来说肯定是没问题。对 ，William 是肯定是已经很享受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生活，很享受。就 by the way，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地方，是鱼米之乡但是你看他在吸引度上说，银发族退休的
前10的选择，但没有说是前5，没有说前3、前1。它的改进的和提升的空间在哪里？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无论上至我们说政府部门呢，下至我们普通的人民都是需要付出这个努力的当然这个努力的空间还是很大一下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宣传方面，我想说这一点。对，宣传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好像泰国一样的话，也是做得很出色的。我们无可否认，泰国在宣传方面，它的旅游方面其实是做得很好。对然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他们私人界都是很给力的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可以向他们学习的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东南亚宜居的话，新马泰我可以说直接的这个竞争对手，马来西亚直接的竞争对手是泰国不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这个受众群体是很小的，超高净值的一点点。是的，新加坡570几万人，就是再怎么样，它的容量是有限，是顶多就溢出到那个柔佛嘛，我觉得。对，还是到马来西亚，最后还是来马来西亚。对再加上其实各国的这个移民的这个门槛都在提高了，然后我们说这些我们亚裔华人能够选择移居的地方生活方式文化饮食其实我可以说选择不多了，选择不多了。就马来西亚你看飞行距离你说从上海过来才4到5个小时5个小时左右，不到6个小时，不到6个5个多小时来到这边也可以享受你看气候也稳定就是下雨跟没有下雨然后还有榴莲季，对，有饮食你看其实有很多这些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给孩子上学的这些妈妈们或者奶奶们呢，都不会英文的，不会马来语的，但是在这边适应良好因为在这边有很好的华人社区在这边也可以跟很地道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我觉得至少就是排除马来西亚国家的这个现状，我们不去说，在同等的条件下，确实可以做的一定有机会会再做的好上很多倍了。因为我们就跟泰国来比，马来西亚可能人口差一半少一点点，对，但是国土面积来讲，就是没有少这么多。天气什么，就像讲只有下雨嘛。我看一本书他说马来西亚你就是插一根拐杖都能长成一棵树，资源丰富就是我为什么也觉得宣传上可能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话呢？它旅游会多，但是大家对它的认知度是很有限的。是我们从小听到的广告叫 Truly Asia， 对，好，但是从小到现在就这个印象没有改变，不像泰国跟新加坡一直在刷新大家对它的认识，广告投放就很多。对。可是这个很大的一个 bug 是什么？就是中国人对 Truly Asia 是没有感觉的。Truly Asia 其实要讲的是多元文化。是的。对，但是你不到马来西亚生活上几个月，你不知道什么叫多元文化很多没有来过马来西亚的都很担心，会不会东南亚国家嘎腰子这个我们经常会有人说然后其实一般来过马来西亚的话，大族一旦来了解这边的烟火气息的话，其实都会爱上这里真的是要，我觉得要好好宣传，就是因为中国呢，虽然说也是56个民族，可是我相信90几都是汉族，所以他完全不知道OK， 你3大种族 so what？ 能不能再讲一讲？3大种族创造力很好吃的东西很多人跟人之间很尊重我觉得这是要点就跟大家讲了以后，马来西亚的吸引力就会大增。我也不祈求说马来西亚可以开放的移民或者是PR，没关系，就是保持住。但是你如果宣传的更，那大家会更热爱这个国家，因此外国人就会更多的投入到 MM， 投入到马来西亚，那它的经济才会好，昌明经济才有可能发展。没错，但是尤其这段时间经历了疫情之后我们政府的这个领导人呢，肯定是需要付出很大的这个力度。说回来，就是 这群因为外国人来嘛，现在你再来看的话，以新的政策和未来的政策来讲，对安全还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它有效的这2年首先有效了嘛？这2年肯定是有效的抑制了这些滥用第2家园的人。因为之前说到的就是安全问题的时候，这些做金融诈骗做这些金钱游戏的他怎么滥用，就是因为以前的第2家园是10年的，一签10年而且政府没有办法去追踪到他们的这个位置尤其比如说他找中介办理，中介对他的背景也不了解就是资料齐全我提交申请通过贴签，他可能就再也不找这个中介了
那中介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啊。OK， 所以为什么会从10年变成5年呢？就是5年到期他就要出现 OK 他就要移民局更新一下他的批文报道一下他人在哪里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他改革的这几个方向，就都是要针对去消除这些不安全，给马来西亚带来不安全是的资产的要求对5年1签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作对，用。还有这个居住的要求这样子的。现在看起来是改善了。那新的政策既要兼顾安全，还要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作用。是的，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直都处于在经济跟安全的一个平衡点。我们只要一找到那个平衡点的话，我相信第二家园还是可以再次重生，一热重生。这是马来西亚做事比较稳的地方，是吧？就它往往是做一个平衡，都会抉择考虑到。对。这个我觉得除了是一个平衡，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多时候马来西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好像不温不火，不快不慢其实它是在用它的速度去前进，因为我们说叫欲速而不达。是你说不能拔苗助长的，你比如说今天第二家园推出一个跟泰国经营签证一样的东西的话，哇，一下子来了几万个人去申请那个。可能第一，移民局有没有那个人手去这个能力去符合这些工作，然后来到的人口是不是真的是政府想要的，是不是真的有效带动经济而且不希望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形象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所以你看这个跟大家就有关系，因为我们怎么样让外国人过来到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整个的安全政策的制定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再问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大家都会说，你外国人过来你要买房，马来西亚房子大家住得很舒服有住 land 的住 condo 都很舒服的房子，房品都很好，会不会把房价推高了？你也卖房嘛，所以你了解是会不会这个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说，第二家园的申请人去买房会不会把房价炒高？是不会的。OK 因为结论是不会是不会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通过第二家园再去买房的这一批人呢，在这个房产部门是有这个数据的，其实占的不超过5%，是很少很低的一个数据来的，不超过所有购房的外国人。马来西亚的政府他对这个炒房呢是有这个行动的，是杜绝炒房的，他不会。马来西亚首先它原本就是地大人少了，第一点了。第二点就是只有一些重点的区域呢，外国人才可以买才符合条件买所以不会好像可能国内就是大陆的话，有很多人会炒房，就是那个价格不会说你要超过你是要比如说你上海的必须要上海人要买超过1000万才可以这样子马来西亚是不会的。马来西亚是外国人在一些区域比如说我们说吉隆坡就要100万马币以上，那他在100万马币他就已经把很多这个不同这个市场的这种房子给筛选掉了，会让你下去买很多那种便宜的房子来。对就是很多人会想说这些房子会不会给外国人给炒高？不会的，因为这些价位的，因为开发商他们也是的，他们会针对不同的群体来开这个房子的。同样的一些好重点的区域。就算外国人不买，它的价格也已经在那边了。就算是本地人去买，它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那个金融中心，它单价每平尺2000马币，它不会因为外国人没有买，它变成1000马币，不会的。它的价格就是已经在那边了。就算本地人去买，也是要交同样的，也是要交2000马币一平。我们经常说价格是竞争对手定的，不是？是它那个区就是 CBD 嘛，就在核心对吧？不会太便宜的，不会便宜的，就是。要考虑到外国人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朋友会考虑到的一些区域可能就是那几个区域的，他不会说今天有可能我住的那个地方较烂会不会很多外国人去买了之后把房价炒高？不会的，因为那边的房价根本就炒不高。好像我住的房子，我买的时候就40多万，然后外国人可以买，根本就不可以买。如果我说我卖给你，我用100万的价格卖给你，首先第一点，土地局不一定能够通过的。OK。因为这个市场估价根本都不到这边的。OK， 你这边是不是存在一些不法的交易是不会存在这种把房价炒高，而且马来西亚这个我们叫做房产增值税也已经说明了，外国人的话5年内你卖的话你要交30%，5年后就要交10%，所以你很难说今天
我卖你100万，下个月我卖你你卖出去200万，没有可能发生啊，没有可能。所以你看他买什么样的房，怎么样去卖，交税，他方方面面政府已经为整个市场的稳定都考虑到了，是的，既能够带来又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国民的这个利益嘛，我觉得这个政府还是做得非常细致的，应该讲。是的，没错。我也希望就是未来 MM2H 的政策啊 ，Second Home 可以呢一方面保持住安全，因为这个即便对我们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来讲也很重要，是。然后呢去拉动经济，对，再有呢让本地的国民都会整个生活变得更好，去推动昌明经济啊变成一部分。对，是的。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的朋友喜欢上马来西亚，因为确实没来过的人也很多然后他们不了解，然后也通过一些比较恶性的评论，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希望就是通过 William 来介绍马来西亚。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好的，那我们就拜拜。